为何不将他们直接投入六道轮回呢？六道轮回并非是简单的将魂魄投入轮回盘。六道轮回盘、生死簿、判官笔，这是一整套轮回体系，魂魄都要在其上走一遭才可轮回。这样一来，便始终是有一个处理上限在。无论怎么推算，六道轮回盘威能全开，也只能将此地1成的魂魄轮回转世。再者，此时六道轮回盘也已经被堵了，但是轮回塔有所不同，它分为上下360层，没有生死簿限制，每一层都可当一道来用。转生之地落点便是各处香火神国。西方若掌控了轮回塔，并入轮回体系，就相当于完全控制了那些香火神国，禁锢生灵，任其为功德法器。而今西方教的谋算已经破灭，李长寿本已代表天庭与西方教接引圣人谈好了条件，但是没想到一个智障老道就让这场争斗都成了输家，也再一次证明了李长寿一直忌惮的 0.2 果然存在。到了此时这个位置，洪荒依旧是无比凶险。顺带一提，金陵圣母当时含怒出手，却只是斩了那老道，老道的小半元神被西方教救走了，但这个家伙的下场应该会无比凄惨。轮回塔是西方教之人碎的，这些魂魄是西方教之人算计的，且都是如今的天地主角人族。此地魂魄有一个算一个，只要任其消散，就会成为西方的一份业障。西方教早已经入劫，今日不过是天道顺水推舟，算计了西方。但凡今日登场的西方之人，都要承受这一份业障。如此多生灵，如此多人族魂魄，也不知那12品金莲能否承受得住。只是天道无情，万物化生。这般多人族魂魄都能够被随意的当成推西方教入劫的引子。开启空明道心，进入贤者时刻，李长寿的身周回旋少许道韵，坐在那儿静静思索。这题当真是难解呀。一抹白影自侧旁飞来，裙摆长发微微飘舞，已经落在了李长寿身后。李长寿问：西方之人呢？都已离了幽冥，说是回灵山想对策，却也不必指望他们了。这些家伙不应劫天理难容。哦，几位圣人老爷应当已离开了，师尊他们也不想直接与天道抗衡。李长寿抬手抹了一把脸，坐在那儿陷入思索。云霄轻叹一声，仙指轻轻地摁在李长寿的肩上。莫要太勉强自身，人力有时穷尽，世上也有许多圣人都无法做到之事。等太乙师兄回来再说吧。李长寿话语刚落，侧旁乾坤出现微微的波痕，2道身影从波痕中飞出。太乙真人已经换了一身浅粉色的道袍，整个人更显耀眼了一些。云中子从其后快步而来，当这位福元金仙看到此前这般景象，也是身躯一震。哎，西方为何犯这般罪孽？师兄，李长寿起身做了一个道揖。师兄精善炼气之道，还请师兄看看这轮回塔可否修复。云中子做了一个道揖还礼，2步到了近前，坐在塔前仔细的斟酌。太乙真人背着手漫步而来，难得的正经一次，故作轻松地问道：长庚，你打算如何处置？这些魂魄都可以是西方教的业障，待商议封神后，大劫降下，西方铁定就要折损大半了。李长寿撇了撇嘴，坐在那儿继续沉思。你此时什么都不做，也不会有人怪你，甚至你已为道门立下了大功。更何况我们又能做什么？这些魂魄已经无比脆弱，我刚用功德设了下，便是最柔和的天道功德，他们也受不了一缕了。此时就如柳絮一般，
除却让他们轮回，想救他们别无他法。西方教对这方面的考虑倒是很全面，但也总好过什么都不做。这宝塔之灵被毁了，周遭共有32万6千条禁制，单单是将这些禁制摸透，最少都要数月。李长寿抬手揉了揉眉头，低声道：劳烦师兄再想想办法。善。云中子答应一声，额头放出了一缕缕金光，罩住这一座宝塔。李长寿扭头问：西方教那边可有人愿意过来？还指望他们呢？现在这些家伙定是在琢磨该如何脱责呢。西方教靠不住，他们对苍生万物本就不在意。莫要忘了香火神国，他们的想法很简单，哪怕业障再多，分摊下去也不会有多少，各自用香火功德都可以快速清洗掉。一声清冷的嗓音响起：就该大开杀戒。话语之中，五色神光自天边绽放，孔宣的身形极快地冲来，又在一瞬化作了自己的冲势，缓缓落在李长寿面前。伤不足气运尚不足，那边也能帮上什么？气氛顿时更压抑了一些。李长寿沉吟几声，坐下继续思索。救相当于帮西方，可是难点更在于该如何去救。此地的魂魄已经脆弱到经不起折腾，刚刚多宝道人试着将魂魄收入蕴养元神的法宝之中，都直接陨了30%。云霄抿唇，若是将这些魂魄之力护其真灵，以真灵转世，也不对。此时他们受损的便是真灵。西方教在此算计此事时，必然只留下了转世这一条路。咱们只有7日光景，请各位师兄师姐一同再商量一下吧。言语落下，李长寿手腕手环飘出了一声轻叹，一道虚影缓缓凝成，吓得太乙这人差点就跳出去了。这虚影看似28芳华，长发盘落，身着浅蓝道袍，刚一现身就站立不稳，有点想要倒的趋势，自是小哀本哀。他眼中泪光闪烁，凄然道：我太惨了，明明有7个，却偏让我传话。各位，小哀的声线突然变化，变得稳重了许多，自是后土娘娘借小哀之口与他们开始交流了。可有良策？李长寿不由默然，低头不语。后土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转身眺望着血海之上层层叠叠的人族魂魄，眼眶中的眼泪还是滑落了2滴。但是后土并未开口多说，只是轻叹了一声。2日后6道轮回盘可腾出空隙，能救多少便救多少吧。长庚莫要为难，你已做了很多事。言罢，后土转身对李长寿微微欠身，飞回草环。李长寿连忙还礼，心底也知这位娘娘并不想给他们压力。太乙真人又问：3位老师什么意思？师尊定废见死不救，见众生疾苦而视若无睹之圣，咱们若想出手，自可出手。师兄，把大家都喊来商议一番吧。李长寿心底微微闪烁过少许灵光，但这灵光流逝得太快，未能抓到。不多时，道道流光飞回，他们一行9仙外加刚请来的云中子一同商议起了此事。而当他们商议了半天，却只得出了一句李长寿此前说过的话语：尽力而为。灵山重重大阵内，那有些孤零零的角落，地藏盘坐在树下，身旁的地听用长尾和身躯将地藏的身影遮掩起来，头顶偶尔会有一片片落叶滑落。这一棵树在渐渐枯萎。远处灵池旁，一群西方教弟子愁云惨淡。从半个时辰前开始，平日里跟那名石勒智老道亲近的弟子，此刻却是骂着老道骂得最凶。他们自然也在思索对策，但各自只是说了一通此事的恶果，就没了声响。
咱们自有香火功德庇身，其实不必多担忧。有老道如此一说，大半老道的面色都疏解了一些。地藏低头看着手中念珠，略微有些出神。谛听传声嘀咕：主人别想了，大圣人老爷是站在你这边的，这就够了。以后安生修行，西方教就算在大劫中损兵折将，主人也是能活的。何时变作了这般？地藏喃喃自语，一片落叶落在他掌心，让地藏目中多了几分波动。凭什么道门是天地主角，我西方只是配角？老师，弟子定要让西方大兴。3000世界他们道门不懈经营，那咱们去扎根发展信众，自可借此凝聚香火功德，更可有教化人族之功。二老师，凡事留一线，咱们直接用香火神国控制整个大千世界，这与天道之术不合。谛听，这次血海之上有多少生灵？我也无法详细统算，因此事谋算太久，这些魂魄积累了漫长的岁月，大概相当于60个大千世界现有的人族总和。60个。地藏慢慢攥拳，手中的枯叶被捏碎。主人放心就是，圣人老爷定不会放任此事不管。刚才明显是天道出手，2位老师如果直接干涉，就会被当作是与天道对峙。老师出手，大概是稳固12品金莲。那圣人都管不了，主人你又能如何？我地藏话语一顿，有些颓然一叹，双手扶着额头，低头沉默不语。他的表情和此刻血海之上的李长寿如出一辙。片刻前，多宝道人在旁道：长庚，我知你心中不忍，但此事咱们做不如不做。正如你所说尽力而为便可无愧于心，不必如此勉强自己，这是变数，难以周全。云中子师兄也说了，那宝珠碎的诡异，周遭禁制都未被破坏，偏偏轮回宝珠自己碎了，此事当真慎言。各位，李长寿低头扶着额头，2根食指轻轻地刮着眉心。2声轻叹，在血海之上，在灵山树下，而后便是长久的沉默。沉默是因思索，思索是因自己不愿随波逐流，不愿相信那所谓的天定之命。我能做些什么？李长寿如是问，地藏如是询。灵山上，谛听轻轻地甩动着尾巴，像是在驱赶着周遭的蚊虫，也像是在示意灵池旁的老道们不要过来烦扰。血海上，云霄一声轻叹，低声道：大师兄，劳烦你与我大哥先去丰都城中，将那些厉魂镇压下去，尽早腾出6道轮回盘。善。多宝答应一声，与赵公明、金灵圣母一同化作流光，朝着丰都城击射。我在此地继续守候，劳烦各位再去血海之中，莫要让血海凶兽祸害生灵。孔宣拱拱手，传声：不必担心，你照顾好长庚就是。他是人族出身，也没见过大劫降临时的生灵惨状，怕是难以承受这一幕。多谢道友挂念。流光复流光，聚在此地讨论无果的众人再次分散，各自忙碌，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。半日之后，幽冥界的天空仿佛越发低矮，血海之上一片寂静，无助的孤魂麻木的游荡，好似要将血海淹没。李长寿缓缓舒了一口气，目中的迷茫与犹豫尽数退去。我还是能做些什么的？可以与我商量吗？
还只是一些想法，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做成。李长寿站起身来，不管如何，总比在这干等着要强。等得越久，剩下的时间也就越短。我去火云洞一趟，1个时辰内回返。1个时辰之后，劳烦你将师兄他们都喊回来，我要商量一件大事。莫为道心留遗憾。一定。李长寿的身形被太极图包裹，直接跳入化外之境，从幽冥界冲向五步洲。半个时辰之后，火云洞前，李长寿匆匆入内。不过片刻，李长寿与一名身材魁梧、身着渔夫装的壮汉疾步而出。李长寿凭太极图开启虚空之门，与大禹帝君奔赴血海。灵山处，地藏松开手掌，一片片细碎的灰烬飘洒而出，那双目之中迷茫进退，其内光亮不断的闪烁。他明白了，全悟透了，这是劫，这是西方教的劫，是天道降下的劫，但同样也是西方教的机缘。圣人此刻仍然在博弈，仍然在算计。那些生灵就是圣人此刻博弈的焦点，而圣人的沉默就是在等待他们这些弟子站出来。水神会放弃那些生灵吗？不，绝对不会。这个家伙心有多脏，骨子里就有多少对人族的归属感。60个大千世界的人族魂魄，他水神绝对不会不管。地藏豁然起身，迈步向前，谛听哆嗦了一下。主人，你又要干什么？老老实实待着吧。闭嘴！地藏一声轻喝，目光注视着那群老道，继续迈步向前，朗声道：各位师兄师弟，可知如何修补轮回塔？回地藏师兄，我们不知。地藏师弟，你问这作甚？就算能修补轮回塔，也非几日之功，一切都迟了。